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第17集，也就是我房车旅行5年后再谈房车。今天谈什么呢？今天谈谈额头床和固定床的区别。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觉得好像都知道啊。这个额头床嘛，就是 C 型房车在上面，对吧？它的床位在上面要爬上去。那么固定床呢，就是在下面呗，不用爬啊，直接睡啊，这个区别最明显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多说。那么说别的，可能大家可能会不清楚的地方啊。首先讲这个，如果说你车上开了空调以后，那么额头床和固定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夏天啊，很热的时候。尤其是你的车顶又铺满了太阳能，你需要补电的时候啊，那么额头床会很热，哪怕你开了这个空调啊，那么额头床上面还是很热啊，它会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那么固定床呢，就相对来说就好很多因为这个冷空它是往下的嘛，对吧？而且额头床上面因为它太靠近这个天花板。然后它的这个积攒了很多热量尤其是那种保温做的不太好的车型更是这样。那么在冬天正好相反冬天呢额头床会很热因为你开了采暖以后它这个热空气比较轻，那么睡在下面那个普通床的人呢，会觉得温度可能比较舒适，但是你如果睡在额头床，那你就会觉得比较热了因为它热空气比较轻嘛，往上走。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身体的体感额头床的体感都不如这个固定床舒适刚才原因我说过了主要是冷空气比较重热空气比较轻正好两个季节都不是最舒适的一个床位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还愿意睡下面的那个固定床，原因也在这里另外一个还有原因就是它比较方便不用爬来爬去，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就是额头床的高度那么我反复讲，额头床呢，现在好多厂家为了让这个所谓的车的通过性好一点他把这个额头床做的上面很平，特别平，压根就不像额头了为什么叫额头因为它像一个鹅的头所以那个鹅是这么写的，一个我一个鸟是那个鹅。其实那种特别平的额头床是不舒服的因为你上下额头床很别扭，你要侧着翻进去也就是你相当于像个战术动作一样侧着滚进去不舒服的所以说额头床还是要有一点高度多高合适呢？以你的身高来看你如果能够在上面坐直了，那这个高度就合适而且我个人看法就是额头床还是睡一个人不要睡两个人因为睡两个人你们那个人也不爽也不舒服这个就不再熬述了有人说你这属于这个吹毛求疵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房车生活刚开始，我刚买房车的时候也觉得好像都能凑合一下凑合不能跟家里比。但是我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发现我错了这个房车生活也要尽可能的舒适要吃好睡好住好，而不是说什么都凑合你如果什么都凑合的话，咱们花那么多钱买它的意义又在于哪儿，对吧？只是为了说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稍微任性一点，可以住哪儿可以睡哪儿都比较自由其实这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也得舒适各方面都得尽可能的舒适尤其是玩房车的人可能经济上面呢不是那么困难，对吧？那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人的生命就那么长，对吧？还是要让自己尽可能的舒适，对吧？好关于这个额头床和普通床的区别就说到这里，别忘了点赞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